大家好，今天终于拿到了摩托车驾照。那现在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验。那以清迈为例，首先我们先说一下费用。我拿到这个摩托车驾照的话，花费是多少？那我一共花了245泰铢拿到摩托车驾照。那报考准备资料，第一是居住证明。如果你在清迈是租的房子，你找房东要。一般房东都会给你办理这个居住证明，办完了之后他会拍照给你，你打印出来就好。第二个是体检就是小诊所就好，你就和他们说我要考驾照用的，一般100泰铢。第三个就是护照原件复印件，签证页复印件。如果你考摩托车和轿车同时考的话，那你要复印2份。所有的资料都准备好之后，那你就去那个清迈交通局，是在那个机场那边，直接上2楼27号窗口，把资料交给工作人员，按照工作人员的要求填2张表格。这2张表格基本上就让你填你的名字和留电话、签字。等你把2张表格填完之后，交给工作人员，然后坐那儿等待，等到工作人员叫你的名字的时候，他会把资料给你，然后告诉你你哪一天过来，也会要求你的着装怎样子，你就按要求去做。那基本上这一天就结束了，这是用11天。那前面我们说报考就是报居住证明是需要1个月的时间，这个是有点慢的。等到下一次过来，还是去27号窗口，把上一次准备的那些资料都交给工作人员，工作人员会给你一个号码牌，这号码牌上面会写着几号房间，你就去那个房间里面，进到这个房间里面坐下来等，里面会有工作人员录入信息，他是先录泰国人，然后再录外国人。因为你的号码牌上有号码，当工作人员叫到你号码的时候，你把资料给工作人员，然后进行录指纹。录完之后你就去后面做，因为前面是留给泰国人做的，后面是外国人做的。那等待所有人都录完指纹之后，那就开始排队，泰国人在前面，外国人在后面。排队做什么？在同一个房间里面进行色盲测试。然后色盲测试呢，你只需要做它指哪个颜色，你就告诉他是什么颜色就好了。一般它就上面应该是有5种颜色，但是它只会指红、黄和绿，你告诉他 red、yellow and green， 这3种颜色。等到色盲测试完之后，工作人员会带领大家去另一个地方排队做机能测试，就是测试你的反应能力。他那有个机器，类似于模拟车的油门和刹车。那在机器正前方会有2个灯，当你做这个测试的时候，你先踩油门，把油门踩下去之后呢，过不久红灯会亮，等待红灯亮了之后，你就马上踩刹车。当这个都做完之后，回到原来的房间，然后继续看视频，一直看到下午4点，基本上这一天就结束了。紧接着第2天过来，还是穿着还是要求是一样的。第2天过来进行笔试测试。那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网站，如果想考驾照的，把这个网站上的所有题刷个2遍，笔试基本上就能过。50道题要答对45道才可以过，如果全部都刷了，一般你都会能达到47道题左右。假如你考试没有过，没关系，上午考一次，下午你还可以继续考。如果下午你还考不过，那就明天继续过来参加考试。如果你上午考试通过，那你下午直接去考这个驾车测试的考场去参加现场的考试。当你考试都通过之后呢，那就是进行摩托车现场考试。那摩托车呢也是考3个内容，第一个内容是过桥，
记得左转的时候要打灯，灯打完了，走完了之后要把灯关掉，就是的指示灯。转弯的时候要打灯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过桥的时候，过桥就正常开就好了，但是你的安全帽、你的腿啊什么的最好不要着地，你就正常开。考试第二个内容就是绕障碍，绕障碍也是很简单的，那障碍物离得很远，你可以绕大圈，但是也是不要脚着地。第三个是过一个类似于地面上有一条木板，类似于独木桥，你就沿着你这个车轮要在这个木板上你开过去，这个腿是绝对不可以着地的，着地你就算失败。当你开过之后，前方这块一定要注意，前方会有个停止线，你一定要在停止线前停下来，是停下来而不是减速，是停下来，然后你就看考官就好，考官给你摆手，可以通过，让你可以继续往前开，你就往前开就好了。开完之后记得安全帽不要脱下来，戴着安全帽去找教练，教练会告诉你过还是没过。如果你过了，他就会给你个字，签个字，签完字告诉你去2楼。那现在如果你通过了，那你就去2楼28号窗口，把你这些资料交给28号窗口，28号窗口会给你一个号码，你就坐在那儿等待叫你的号码时候，去叫你号码的柜台，然后交钱，把资料给他，交钱，交完钱之后，你就去他们的里面准备拍照，制作这个。那我们现在在说轿车考试，轿车考试也是考3个内容。在正式测试之前呢，轿车也是考3个内容，拿着你的笔试通过的内容还是去考摩托车的这个地点，把这个资料交给工作人员，工作人员会在考试之前会给你一个号码，还有一个类似于一个电子刷卡的卡，你把号码放到你的车头前面。给你的电子卡的作用是在你考每一项内容之前，前面有个机器，你要刷下，刷完之后上面才会显示时间，就给你计时，超时是失败的，在这个时间之内完成所有动作。那第一个动作呢，就是前进和后退，在两边会有竖起来的这些个杆儿，然后你就从中间开进去，开到前面之后，车尾一定要出去这个测试区，出去之后，你认为出去之后，你就开始往后倒，等你倒也是车头一定要出去这个测试区，等你倒出去之后，前方会有个灯，它那个灯要亮成绿色的，你说明你这关通过；它要那个灯是红色的，说明你这关没有过。不管你过你没有过，都进行下一项测试。下一项测试是，这是马路边，然后这有一条线，在刷线在进行这项测试也是一定要刷卡，然后右转，在你的左边的车轮一定要压着这个马路边，一般都会有一条白线，一定要压在这个白线上面，不能压马路牙子，然后压往前开，前后轮都要压在上面。开到快结束的时候，前边也会有停止线，两条线间隔1米，也就是前轮要压在离你最近的这条线上，压在上面，你停下来，车头就不会出到前面那根线，这样基本上你就过了。这趟过了之后，再往右转，下一项是倒车入库，在倒车入库之前也一定要刷卡。那倒车入库呢，就是唯一一点呢，跟国内不一样，就是你千万记得不要太慢。如果太慢，你还记得这个你的车前面有号码牌，如果你太慢，摄像机就会捕捉到这个号码牌，就给你认为你已经考试结束，但是你车没有停进去。我呢就是卡在这儿了，所以我这个轿车还没有过。等你这个倒车入库过去，你认为已经倒进去了，然后前边也是通。如果说他会说话什么什么什么，反正一说话之后你就可以开出去了。但是
如果说他不说话，直接亮成红灯，在你做的过程当中，那就是没有通过。你变成红灯之后，你就直接出去就好了，因为你不用考了。那等到考完出去之后，把车停好，还是去那个房间把这号码牌和电子卡交给工作人员，工作人员会告诉你，你都考过了，还是去28号窗口，跟摩托车办理是一样的。那你要是没考过，他会告诉你你是倒车入库没有过，好，下次来直接开去前进后退和压白线这两个测试，直接开到倒车入库这儿刷卡进行测试，直接哪个科目没过你就做哪个科目。然后泰国考驾照真的是不是很难，只要大家用点心练一练就 OK 了。这就是我的经验，谢谢大家。